别人穿越做开挂主角，而我却穿越到大明灭国皇帝崇祯帝身上。但我要改变国运，让八方来和，万国来朝，为大明再续命300年。在一个冷静而决断的早晨，皇太极以一种皇者的沉稳询问着，他的声音穿透宫廷的寂静：“你们商队什么时候启程前往张家口？”应声而来的回答是充满尊敬与忠诚的：“大汉，就在这3、5天内，一切准备就绪。辛苦了。”皇太极淡淡的肯定回响在空旷的殿堂。他随手拿起一封密封的信函，交于眼前的乌拜。这封密信需交到张家口东来客栈的掌柜手中。乌拜，这个在暗线信息传递界里摸爬滚打了10余年的老人，接到了新的任务。他曾是大明与后金之间隐秘信息交换的关键一环，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却极为关键。信息的传递需要经过10余次的手，最终到达的人只有最后一位传信者清楚。这样的机制保证了信息的安全，即便有失手，信中的密语也只有发出者和接收者能解，对其他人毫无价值。皇太极处理完这件事后，缓步走出崇政殿，向军营的方向行去。另一边，范文成回到自己的房间，沉思着自己刚才的计划，对照着大明的地图，他在心中梳理着每一个步骤，每一处布局。他深知，唯有后金的崛起，自己才能在这场国运的博弈中站稳脚跟，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在自己的战略中精心布局，他命令密切关注蒙古诸部的动向，尤其是察哈尔、乌梁哈、土默特3部，这些部落的动向对于大明的安全至关重要。在皇帝和他的臣子们精心筹划的同时，京城内一支精锐的军队正穿过街道，他们的军容严整，铠甲在阳光下闪烁着冷冽的光芒，引来路人的目光。当他们踏过德胜门时，一声“必胜”的呼喊响彻街头，顿时引爆了整个人群的激情。口号声此起彼伏：“必胜！明军威武！凯旋而归！”等等声音汇聚成一股滚滚热潮。这支军队的目的地是河南，他们的任务是清理沿途的盗匪和劫匪，保障官道的安全。而在东暖阁内，崇祯再次接到了消息，勇士营已经集结完毕，他们是由藤乡4卫中精挑细选出的士兵，是真正的精锐。崇祯皇帝亲自到达勇士营的驻地，对这支队伍进行检阅，并且鼓舞士气，强调了他们的任务重要性和军饷问题。这是他们首次被委以重任，必须展现出最佳的战斗力。在一片雄壮的军营之中，皇帝崇祯以无与伦比的慷慨，向集结的勇士们宣布了前所未有的待遇：年薪30两银子，12石粮食，1斗食盐，确保士兵们的饮食丰富，每餐必有肉。若战场上壮烈牺牲，则有120两的额外补偿，加上国家为英勇将士在燕山上建立的忠烈祠，确保他们的英名万世流芳。对于阵亡将士的子女，国家将负责养育至16岁，若无子女，则家属再得100两银子。皇帝的这番话一旦激起千层浪，军中沸腾，士气大振。而这仅仅是开始。崇祯皇帝不仅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待遇，更提出了挑战与期待，要求这支队伍能够在危险中挺进，面对数倍之敌也能杀出一条血路，成为大明王朝的锋利之刃。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对勇士们的信任与期望，这使得每一位士兵的心中都燃起了熊熊战火。随即，一声声“战”的呼喊响彻云霄，勇士们的热血沸腾，他们的决心与勇气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彻底的释放。崇祯皇帝还宣布了对勇士营的高要求，不仅每月进行考核，而且明确提出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原则，每一位士兵都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在这支精英部队中立足。在对未来勇士营的期许中，崇祯皇帝亲自为2个千户所取名虎豹、飞熊，并规划了后续增编的8个千户所，每一个名称都蕴含着不同的战斗使命与期望。这不仅是对勇士营未来战斗的指引，也是对他们勇猛精神的高度认可。最后，在这激情澎湃的一刻，崇祯皇帝的话语更是让每一位士兵心中的火焰燃烧得更加旺盛。他们不仅要成为大明的磨刀石，历练自身，更要通过无数次的训练与战斗，将这股力量转化为保卫大明、守护家国的坚强盾牌。大办，传令给工部，让工部在燕山选址，并设计一座忠烈祠，面积要大，要能容纳10000人以上的牌位。奴婢遵旨。回宫吧。崇祯说完，上了銮驾，慢慢朝乾清宫进发。銮驾刚到乾清门，王承恩看见了等在门外的房壮丽，立刻就低声在銮驾外低声说了一句：“陛下，吏部尚书房大人在乾清门外等候。”房壮站在崇祯面前，双手呈上了一份厚重的折子。这份折子不仅是冷冰冰的文字，更是500位武举代推人员的命运与希望。崇祯皇帝虽未即刻审阅，却深知其中的重量。他的目光穿透房壮丽的眼睛，似在探寻更深层的意义。房壮丽面对皇帝的询问，一字一顿将500人中的残酷现实娓娓道来。不过43人能称之为清白，其余的或因生存压力，或因人性弱点，触碰了大明律的底线。崇祯听后，心中既有无奈，也有悲哀，这正是他心中所谓的社会之痛。然而，房壮丽的提议如一线光明，穿破重重阴霾。他提出对触犯律法的代推人员，既要处罚，又要合理补偿，更有其革新之举，让清白者教授21位将士传授武艺与兵法。这一切
旨在疏通代推之路，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同时也为大明培养更多有用之才。崇祯的眼眸里闪烁着认可与赞赏，他决定采纳房壮丽的建议。此刻的他不仅是一位君王，更是一个时代的改革者。改革的消息如同晨风般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百姓们对于武举的态度复杂多变，有的失望，有的疑惑，有的则是激动。但当宣布改革后，代推时间大幅缩短，代推期间可回家乡，且有机会进入卫所操练，这一切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而在洛阳，这场改革的风暴也席卷而至，城中百姓议论纷纷，有人看到了机会，有人则是依旧保持着观望。但对于那些即将踏上京城之路的武举人来说，这一改革无疑是他们人生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机。此刻，洛阳城西门丽景门外10余里处的洛阳驿官道上，一群静静站立的人中，有一人眼神坚定，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锦袍男子紧随其后的是一位儒雅中年男子，其面带忧虑之色，略显犹豫的低声提醒：“大王，依照大明藩王的律令，您是不允许擅自离城的。在这等紧要关头，稍有不慎，恐将引发不测。”不过，锦袍男子似乎对此不甚在意，反而询问：“秦王的车队会不会路过此地？”这位儒雅的中年男子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回应说：“大王，秦王的车队正前往京城，无论是选择在洛阳城中休整，还是直接北上，他们都必将经过这条官道。而且，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秦王的车队离此地已不足10里。”听闻此言，锦袍男子，也就是被封于洛阳的福王朱长洵，下令：“传令下去，做好准备。”随后，他陷入了沉思。福王的命令传达开来，他身后的众文官和远在100余米外的洛阳府官员虽不敢违抗，却也不得不跟随出城。此时，在洛阳驿10余里外，一支由数百辆双驾马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缓缓行进，周围有无数军士警戒。车队后还跟随着一支数千人的大军，其阵容之壮观，显然是有备而来。而在车队中央，一辆装饰华丽、金光闪闪的宽大马车尤为显眼，标志着车主的尊贵身份。这便是秦王的车队正从西安府出发，经过洛阳向北京城进发。突然，一名骑士疾驰而来，向车队中的一位金营指挥使报告：“陈指挥使，前方洛阳驿有福王亲自率队等候，那是去京城的必经之路。”消息一出，即刻引起了一阵紧张。车队中的滕早急忙前来商议对策，两人面色凝重，知道此行难以避免与福王的相遇。按照大明的法律，藩王无特殊许可，不得随意出城，更不得私下相见。福王的此举无疑是打破了规矩。如果两位王爷私下会面，一旦消息传回朝廷，后果不堪设想。经过短暂的商讨，他们决定，既然避无可避，不如尽力控制会面的情况，确保不出大乱。于是，陈全和滕早两位指挥使率先迎上前去，正式与福王见面，并表示愿意协助他们的会面，但必须有他们在场监督。福王对此表示理解，他的目的仅仅是与秦王叙旧，无他意。在一番准备后，秦王的车队终于抵达福王所在之处。秦王从马车中缓缓走出，两位亲王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相见。虽然两人的关系并不亲近，但此刻秦王似乎感受到了血脉相连的亲情。福王邀请秦王共饮，尽管场面有些凝重，但两位王爷还是借着酒意畅谈了许久。秦王手握酒杯，目光穿越长亭，远投西安至北京的方向，终落在福王身上。酒液随他一扬手，侵入喉中，杯子随即重重落地，碎裂声中似带着心底的烦闷。福王面不改色，秦王却言辞凝重：“长洵王兄，早做准备，待尔后京城重逢，必有回赠。今日就此别过。”言罢，深施一礼，转身而去。福王脸色微变，欲言又止，秦王身影已消失于马车之中。滕早与陈全向福王行礼告辞，率领车队缓缓启程。福王目送秦王马车远去，心绪万千。那简单的问候之中，却似隐藏着深意。长时间沉思后，福王问身旁的文官秦王之言意味何在。陈长安提出分析，秦王的话似有深层意思，暗示了朝局的复杂与未来的变数，特别是对福王的身份与立场的考量。薛明海接着分析，指出秦王言中的早做准备，意味深长，暗示大明王朝的变局及皇帝对亲王的态度可能的转变。福王深感事态严重，命人秘密调查京城与西安的情况，并准备上书请罪，承担一切责任。福王缓缓地上了马车，脸色由平淡转为复杂，眉头紧锁。在他的心中有着种种预感与思绪交织。他深知皇帝对于亲王的动作绝非毫无察觉，而是早有打算，只是时机未到而已。与此同时，秦王的车队缓缓前行，滕早和陈全两人骑马并肩，谈论着刚刚的见面。滕兄，我本以为秦王会向福王抱怨，谁知道他竟然什么都没说。陈全不无惊讶地说着，似乎对结果感到意外。滕早轻轻地呼出一口气，同样感到意外而松了一口气。是啊，这结果出乎我们意料。我还担心秦王会借酒劲向福王倾诉不满，甚至怒斥皇帝呢。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麻烦大了。如今一切安好，实在是万幸。两人的对话戛然而止，秦王的马车帘子掀开，秦王的声音传了出来：“滕、陈二位，过来一下。”他们快步走近，
只见秦王从窗户中递出一封信，这是我与福王见面的全过程，我已草拟了一份请罪的信，请二位过目。若无问题，即刻送回京城。两人接过信件，仔细阅读后，都感到意外。陈全露出惊讶之色：“秦王，您这是？”“错在我，责任自当由我一人承担。”秦王淡然说道。身负重罪，也不在乎再多一项。不多时，陈全迅速书写了一封信，与秦王的信一并安排人马加急送往京城。几日后，一系列的信件陆续抵达东暖阁。崇祯皇帝正忙于国事之中，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诧异。查阅了陈全等人的信后，崇祯才逐渐了解了事情的全貌。陈全的信细致地描述了福王与秦王的见面，洛阳、河南官府的信件分别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与请罪，而福王与秦王的信件则将所有责任都揽于己身。崇祯手中轻拍着陈全的信件，嘴角挂着一丝玩味的笑意。秦王的话语如同青烟般飘散，表面未显山露水，却暗含深意，足以令人琢磨。福王府上下及崇祯皇帝本人，皆能从中嗅出警告的味道。秦王的这句警告虽不明言，却如同一道隐秘的剑气，直指福王的心神。而福王的反应则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关于福王，后人留下了诸多传言与野史，但作为一名穿越者，崇祯明白其中许多不过是无稽之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福王被李自成所害的谣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传言已被历史的真相所驳倒。再有便是关于福王体重的夸张传闻，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此类过度肥胖几乎不可能存活至55岁。而关于福王的野心，历史亦未有确凿记载其参与权力之争。正当崇祯沉浸在对福王的思考之时，一个战略选择摆在了他的面前。若福王能够倒戈，这无疑会对朝廷形成巨大的正面影响，可能引导其他宗室成员效仿，从而减轻对宗室的处理压力。对于福王，崇祯心中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这毕竟是他的亲叔叔，万历皇帝的亲弟弟。在这样的情感与政治纠葛中，崇祯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崇祯面临了对宗室成员的处理问题，他的内心挣扎不已。最终，他做出了决定，下令对福王进行惩处，但这一决定更多是无奈之举。在此期间，崇祯也对秦王府的土地出售一事进行了处理，显露出他在维护王朝稳定方面的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崇祯的日常生活亦被宗教仪式所占据。在祭天大典的准备中，崇祯体验到了皇帝职责的沉重，从严格的斋戒要求到繁复的礼仪流程，每一环节都要求极致的精准与敬畏。尽管知晓背后无神明的存在，崇祯仍旧严格遵循仪式，显示出他对于维护皇权正统性的重视。祭天大典的庄严与繁琐，不仅体现了古代对于祭祀仪式的重视，更是皇权展示的一种形式。崇祯在这一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统治者为维护统治所付出的努力。然而，当一切仪式结束，崇祯回到了宫中的私人空间，他的心中满是疲惫与反思。一边的正给崇祯捶着腿的王承恩听见崇祯的叹息声，以为崇祯是太累了，连忙说了一句。崇祯听完，瞬间来了兴致，满血复活。皇爷，后天早朝后百官封印，皇爷就可以好好休息1个月了。半躺着的崇祯一下子坐了起来。所谓的封印，就是把官府的印信、官房等加上封条锁起来，代表即日起停止办公了。通俗的说，就是放年假了。自从穿越到这个时代3个多月来，他每日清晨不到5点便起身，日复一日的忙碌于朝政之中，与大臣斗智斗勇，处理国事，连后宫的安抚都顾不上。现如今朝局终于稳定，他有机会享受短暂的休息。崇祯询问大臣，这1月的封印期间，宫中是否有大事要办？王承恩，他的大臣回答说，宫中的年节准备将比民间更为隆重，特别是腊月30和正月初1的庆祝仪式极其重要。崇祯对于繁琐的宴请表示出了明显的不满，心中不免思考是否有改变这些习俗的可能。在讨论关于腊月30和正月初1的庆祝活动细节时，崇祯的思绪早已飘向其他事务，考虑如何简化朝会，改善官员休息制度及春节庆典。这时，崇祯忽然提及朝廷是否有类似年终奖的制度，对此王承恩显得有些迟疑。原来，官员们的年终奖主要来源于地方官员上缴的名义上是购置取暖木炭的钱款，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纳赐。崇祯听后心中不快，认识到这种做法不仅助长了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的风气，也导致了官员与皇室的疏远。他反思大明朝官员俸禄低、国库空虚等根源问题，决心要做出改变。在与另一位大臣李若莲的对话中，崇祯详细了解了各级官员年终奖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坚定了他改革的决心。经过深思熟虑，崇祯开始在宣纸上绘制图纸，规划了一种新的年终奖励方案，并命令将此图纸送往银座局。在大明朝的腊月24日的晨光中，京城的氛围异常紧张而又期待，正是年关将至，万民期盼的放假时刻。皇帝崇祯在早朝结束时，听到了吏部尚书房壮丽的奏折，提出官员放假之意。此事引起了朝堂上下的一片震动，每个官员的脸上都难掩喜悦，毕竟1年到头的辛苦即将得到短暂的舒缓。房壮丽的提议按照大明集里执行，将使官员享有约50天的假期，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休息时间，尤其是对于那些日夜奔波于朝堂与府邸之间的京官们而言。
崇祯帝感慨万分。对于这样的假期安排，他心中既有赞同，也有些许无奈，因为他知道这背后代表的不仅是休息，更是对官员们辛苦付出的一种肯定和尊重。紧接着，崇祯帝提出了改变朝会制度的想法，这在朝堂上引起了不小的波动。他提议不再天天早朝，改为单日早朝，此举意在减轻官员的负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公务，以及享受家庭生活。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一些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关键时期，不宜有所松懈。面对反对声音，英国公张维贤站了出来，他以清晰的逻辑和实际的例子向所有人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张维贤指出，减少朝会并不是减少工作，而是更高效地分配时间和精力，以提升朝政的运转效率。他的话让原本紧张的气氛稍微缓和，一些官员开始重新考虑崇祯帝的提议。最终，在崇祯帝的坚持和一系列改革的推动下，朝会时间的调整被确定下来，这标志着大明朝政治制度的一大进步。同时，崇祯帝还提出了重启巡修制度，进一步体现了他对官员福利的关注和提升。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朝堂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孙承宗率先站出，向皇帝表达了臣下们的忠诚和等待指令的态度。这一幕引起了在场众人的震动，他们用充满惊喜的目光看向皇帝，似乎在猜测皇帝接下来的话语将会如何惊天动地。皇帝随即宣布了一项惠及百官的新政策。令人惊喜的是，春节的假期被大幅延长，此外还引入了年假制度，这无疑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福利。群臣们一时间难以置信，但随着孙承宗的带领，他们纷纷高声赞颂皇帝的圣明，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由衷的笑容，即便是那些原本持有异议的大臣，也在这一刻选择了支持。皇帝的决定不仅仅是增加了休息日，更是一种激励政策，旨在提高官员们的工作效率。然而，皇帝的话锋突然一转，目光如炬，盯着下方的群臣，声音冷厉，问道：“朕听闻，每逢严寒之际，有地方官以购木炭之名，私下向六部司献金，作为腊赐，此事可真？”群臣一片震惊，面面相觑，不明所以。皇帝的这一问令他们心中波澜起伏，难道是要清算秋账？崇祯的声音再次响起，如同冰冷刀锋。无人回答，目光转向张廷登，那是督察院的重臣，从地方到京城，岗位多变，经历丰富。张廷登，你对这中间的门道应当了如指掌，对不对？张廷登面色凝重，迈步出列，言辞坦诚，将所知无不倾吐。群臣听后面色各异，却无人对张廷登怨言。事已至此，隐瞒无益，皇帝之问显然已有定论。崇祯怒斥：“你们真是胆大包天！”话音未落，众人齐跪，声声请罪。皇帝的怒火似乎难以平息，他继续质问：“房壮烈，若有人献银，你如何选择？郭允厚修成之事，又该如何决断？刘宗周选拔举人，你的标准何在？”一连串质问如雷霆震怒，每一问都触及心弦，暴露了官场之中的人情世故与交换利益。崇祯宣布，从明年起，若再有此行为，严惩不贷。这一刀直指腐败之政。他明白，若不狠治，大明官场将日益腐朽，但他也不忍心过分苛责，宣布为了体恤，特赐3个月俸禄作为腊赐。不过喜悦尚未展开，又一道严厉的声音响起：“但俸禄多寡将视工作表现而定，官员们或欣喜，或忧虑，或淡然。喜者，因为他们将得到额外的俸禄；忧者，因为这份腊赐远不及他们所期待的；淡然者，则因家财万贯，对这点俸禄不置可否。”经过魏忠贤事件的风波，朝廷内部已经人心惶惶，大量官员因各种原因被革职、入狱，甚至家破人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崇祯帝下达了一系列重要决定，旨在稳定朝局，提振士气。首先，他命令户部尽快清理和发放自天启元年以来拖欠的官吏俸禄，确保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地的官员能在年前领到俸禄，其余地区的官员则安排在年后发放，以保证所有官员都能过一个好年。这一决定立刻赢得了众多官员的好感，让他们感受到了朝廷的关怀。对于那些因为忠贤事件而遭受不公对待的官员，崇祯帝明确指示，正主已死的家庭应当得到应有的俸禄，被抄家的财产则归入国库。他强调，对于官员的处罚应当区分开来，绝不能因个别人的错误而波及无辜。这一点显示了崇祯帝试图恢复朝政清明，确保公平正义。随后，崇祯帝亲自主持了一场重要的仪式——百官封印仪式，标志着官员们可以短暂休息，享受假期。仪式后，他立刻下令所有官员回家过年，展现了作为皇帝的仁慈和人性化一面。在崇祯帝离开后，内阁成员孙承宗等人紧接着对放假期间的值班安排进行了细致的规划，确保即便在假期，朝廷的运转也不会出现任何疏漏。他们严格规定，值班期间的官员不得饮酒、外出或参与赌博等活动，要求他们利用空闲时间好好梳理工作，为来年的工作做准备。孙承宗的言辞严厉，显示了他们对于恢复大明昔日辉煌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崇祯帝对于国内安全的关注也从未放松。崇祯帝在沉浸于国事忧虑之中时，
李若莲轻步走入，突然打破了他的沉思。他紧急叮嘱李若莲：明日虽然朝中众官放假封印，但锦衣卫务必不得有丝毫懈怠。你需密令精兵悄无声息地增援至大安口、龙井关、红山口、遵化四处，务必对四方的风吹草动保持高度警觉。若发现有与贱奴勾结之人，细心查探，切勿轻举妄动，避免惊动敌人。一旦探得重要线索，即刻向我报告，不得擅自行动。李若莲铿锵有力的应诺，转身迅速离开。崇祯在确保锦衣卫行动后，才感到一阵释然。面对着东北的贱奴威胁以及西面蒙古诸部的挑战，京东的大安口地区虽不起眼，却是战略要地。回想起崇祯2年那次震动朝野的事件，皇太极率领8旗精兵绕过蒙古，直扑大安口，城破之后一路猛进至遵化。遵化的失陷令京东防线一夜崩溃，贱奴大军如破竹之势直逼京师。那次攻击暴露了城关内部早有间谍潜伏，为敌方打开城门。如今虽岁月流转，但防微杜渐的心思更甚。崇祯希望借此机会反制皇太极，从而提前布局，以备不时之需。在1年即将结束之际，众人警惕心随着节日的气氛而放松，这正是贱奴活动的良机。因此，崇祯选择在此刻密派锦衣卫深入敌后，探明敌情。百官封印，朝政暂缓，崇祯也借此难得的清闲，享受起了帝王特有的生活，睡到日上三竿，享受美人之乐，仿佛体验了一世的逍遥。然而，正月初1到来之际，当崇祯踏入皇极殿，殿内的景象令他大为震惊。